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之前的视频我们做了酥皮泡芙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更简单的奶油小泡芙，同时总结一下大家做泡芙时常遇到的问题，以及如何能做出成功的泡芙。在制作开始之前，提前预热烤箱到200摄氏度，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将面粉一口气直接加入到锅中，所以需要提前过筛准备好。面粉如果不过筛，容易让面糊有小疙瘩。小奶锅中加入牛奶、糖、一点点盐来增加风味儿，无盐黄油。炉灶开小火，将牛奶和黄油慢慢加热到黄油融化。等牛奶像这样完全沸腾、冒大泡泡的时候，关火，将锅子从炉灶上拿下来，迅速倒入筛好的低筋面粉。倒面粉的动作一定要离火操作，避免发生危险。然后用刮刀不断搅拌，动作要迅速，让面粉充分被牛奶烫熟。充分烫熟的面团质地很均匀，没有干粉颗粒。把锅子拿回到炉灶上，开小火，用刮刀将面团不断的翻炒，让面粉充分糊化。充分糊化的面粉才能吸收足够的蛋液，从而让泡芙膨胀。把面团不断拨散开来，把面团烫均匀，直到锅子底部结了一层白色的膜，就说明面团已经烫充分了。炒面的过程大概需要1分到1分半钟，新手操作不建议使用不粘锅，因为不粘锅是没有办法结这层膜的，就很难去判断面糊的状态。炒好的面团能够抱团，表面看上去也很细腻。把面团转移到小碗中，把它拨散开来，帮助它快速降温。这期间我们来打散2颗鸡蛋，鸡蛋最好要恢复室温，这样比较容易与面糊拌匀。做泡芙所需的鸡蛋液的量是不固定的，同时也受鸡蛋大小的影响，所以这里你可能用不完2颗鸡蛋，也可能因为鸡蛋比较小，需要用到第3颗鸡蛋。一会儿我们会根据面糊的状态来判断要加多少蛋液。当面团亮质摸上去还是温温的，但是不烫手的时候，就可以加蛋液了。如果面糊太热，会把蛋烫熟的。鸡蛋液少量多次的添加，每次加入之后，用刮刀拌至蛋液全部被吸收，面糊状态均匀，再加下一次蛋液。在拌匀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时不时的把面糊提起来，看一下它的浓稠度。像现在这种一坨的状态就太稠了，继续来加蛋液。越到后面，鸡蛋液越要少量的添加，这样才方便掌握面糊的状态，避免一下加多了无法弥补。现在我们提起刮刀，在刮刀上的面糊会呈现这样一个倒三角形，并且它的边缘是比较光滑的，长度在4厘米左右。这样的面糊状态就是刚刚好了，不需要再继续加蛋液了。挤小泡芙，我们可以用这种大口径的8齿花嘴，也可以用这种圆口径的裱花嘴，开口直径在8毫米左右就可以。把裱花嘴装入到裱花袋中，装入面糊。烤泡芙的时候，烤盘上要垫烘焙纸，一是不会让泡芙粘在烤盘上，二是它的导热性要比硅胶垫好，不容易出现凹底的情况。用一点面粉掺少许水，调成一个浆糊，找一个矿泉水瓶盖，一般这种瓶盖直径都在2.5到3厘米之间，大小刚刚好，蘸一点浆糊，在烘焙纸上印几个印儿，拿它作为开始的参考，可以避免泡芙挤得太大或者太小。小泡芙挤2.5到3厘米之间是比较合适的，如果挤太大或者大小不均匀，就会出现烤不透、烤不均匀等问题了。裱花嘴离烤盘近一点再挤，然后挤的时候尽量保持高度不动，最后再提上来，让它形成一个自然的花形。用圆嘴的泡芙挤的动作也是一样，要保持不动，这样才能挤得圆润。泡芙和泡芙之间要留充分的距离，最好是一个泡芙大小的间隔。如果彼此之间挨得太近，会影响它们的受热，出炉后容易塌陷。如果有尖儿特别长的这种，可以在手上沾点水，把它按下去一点。将泡芙放入到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将烤箱下调至190摄氏度，先烤15分钟。等泡芙膨胀起来稳定之后，转170度，再烤12到15分钟定型。这期间不要开烤箱门，避免温度骤降，泡芙塌陷。
最后时刻可以以最快的动作拿出一个泡芙，看看底部是不是已经烤硬了。如果烤硬了，就可以出炉了。将烤好的泡芙转移到网架上晾凉。晾凉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来打发奶油馅儿，但奶油要用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加入细砂糖或者糖粉都可以。用打蛋器中高速打发，如果室温比较高，可以把盆坐在冰块上，这样更容易打发。当奶油开始变浓稠，出现纹路以后，转为中低速打发，避免将奶油打过头。打到奶油纹路不会消失，刚刚达到没有流动性的状态就可以了。装入裱花袋中，裱花袋前面剪一个小小的口，刚能挤出奶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用筷子在泡芙底部戳一个洞，将奶油打进去。小泡芙的制作难度比酥皮泡芙要小很多，步骤更加简单，一口一个，外壳松脆，奶油馅儿香甜。如果你喜欢软软的泡芙，可以把打好馅儿的泡芙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，让泡芙表皮吸收奶油馅儿的水分，这样也很好吃哦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大家做泡芙常遇到的问题。首先，泡芙为什么会膨胀形成空心呢？简单一句话就是，蛋液被充分糊化的面粉吸收之后，在高温下产生大量水蒸气，使得泡芙膨胀。这里就有几个重点了：蛋液、充分糊化的面粉、高温。我们通过烫面让面粉中的淀粉充分糊化，这样面粉才能吸收足够的蛋液。所以一定要在牛奶像这样完全沸腾冒大泡泡，而不是冒小泡泡时，关火倒入面粉，这样才能保证液体的温度是够的。同时炒面也要炒充分、炒均匀，才能让面粉充分糊化。其次是蛋液，蛋液加少了，膨胀力不够；而蛋液加太多，泡芙膨胀后太湿太软，面粉组织无法撑起它的结构，就会出现先膨胀后塌陷的情况。所以蛋液的量也要掌握好。最后一条是高温，也就是我们的烤箱温度了。首先要确保在送食物进烤箱之前，烤箱是已经充分预热到设定温度的。至于预热多久，每个烤箱的情况都不相同，所以在这里推荐大家使用烤箱温度计，在预热之前放入烤箱中央，等看到温度计度数达到设定温度，就可以开始烤了。除了充分预热烤箱之外，烤箱温度准确，以及在放入食物之后能保证在一定的高温不掉太多，也是成功的关键。如果你的烤箱实际温度比设定的温度偏低，或者送入食物以后烤箱温度骤降，都没有办法让泡芙成功的膨胀起来。那么如何确保泡芙膨胀以后不塌陷呢？首先是保证在降温之前，泡芙已经充分膨胀定型，这一点温度也是关键。同时在烤制的过程中不要开烤箱门，避免温度骤降。其次是要确保泡芙在出炉之前已经烤干了里面的水分，这样它出炉之后才不会出现凹底塌陷等情况。了解了泡芙膨胀和定型的原理，相信你也能烤出成功的泡芙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